接着来画这个调频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的4条频已经画完了2条，咱们今天要画这个照粉，好不好？那这里找来一朵这个粉色的，特别好看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好看吗？好看的，我们今天就这2朵哈，今天就这2朵。来，我们先来大概的构一下图吧，把我们今天的作品稍微来构一下图，看一下我们今天来一个什么样的构图，咱们一起来构一下图，分解一下咱们的构图。就是我们每次画一个作品的时候，虽然说我们画作品每次都是现创作，有可能是推进式的啊，慢慢画，慢慢往后推进的这种构图，但是我们脑袋里大概有一个构思啊，大概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构思。好，我们今天还是这个，接着把我们的四条频弄完成，好不好？咱们四条那个前部是花的这个4条频，但是这一条也要有一点区别。虽然说我们前部是这个花，但是咱们也不能每一条也不是说不能哈。如果说我们在中间有一条特别一点，它可能整个画面可能会更丰富一些。就比如说我们上个4条频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做成绿色的那个4条频，就是我们今天这个4条频，我们现在画到第3条频了。第3条频我们也把这第3条频也跳一下，好不好？跳的不一样啊，我们其他条频都不加删哈，我们可能把这一条我们加一点删时哈。4尺调频，4尺调频大家都知道尺寸吧？138，你买4尺整张的纸，4尺整张纸，假如说这4尺整张纸大概就是这么大哈，就是这么大，你从中间这样子裁一下，就是一个4尺调频了，明白吗？就是买4尺的纸可以裁成4尺调频、4尺斗方、4尺4开、4尺3开，69的圆都可以用4尺的裁，所以4尺的纸是最常用的啊。好，34.5。好，这个是咱们的4尺调频，大概找一下中线的位置哈，我们还是一样找到中线的位置。找到中线的位置，那我们说这一条我们画一点山石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大概在这个中线，差不多中线往下一点点哈，往下一点点画一点石头啊，画一点石头。当然这个石头的形状我们看纸面上啊，纸面上画成怎样就是怎样哈。大概我们只是脑袋里大概在画之前，我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构思，那么我们现在构图的这个分解就是我们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构思。我们这里画啊，这个这里画第1朵，接下来我们在后面画第2朵，2朵在一起哈，好不好？2朵花啊，我们这个4条频的花都是比较多哈，都是3、4朵这样子啊，3朵啊。然后枝干我们就从这个山石的后面啊，这下面有很多叶子啊，叶子。我们从这里再可以画一个花苞或者是一个半开的，然后这里可以来一组叶子伸出来哈，来一组叶子伸出来，让它夸张一点点。然后这里会有一些叶子。好，这个底下也可以，你可以跳出一组叶子来，看情况啊，这个是后面这些叶子的安排都要看我们画完这个画面上的一个情况，然后最后画完之后我们要看这个整体啊，看这个底下需不需要加一点枝干呀，或者是我们直接把这个空留着提字啊也很好，因为我们这个4条频都画得很满，总要有一条频上提一点字的嘛。好，我们这个粉色的话，好，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。你们看到这朵花是什么颜色呢？亲爱的家人们，你们看到这朵花有什么颜色？颜色，那这个是稍微浅，它也不是很浅啊，但是
浅色系的，算是浅色系，那肯定是要有底色，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哈，太白加3绿加胭脂。然后什么颜色呢？你们的每一套颜色都可以用哈，都可以用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只是说你们用出来稍微花，可能每个人的颜色会有一点点不一样。我教大家都是灵活的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你们都可以用自己心目中的颜色画出来，每一朵都会有一点点区别，这样更好。你们没有必要说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我的这个颜色去画，好不好？你们按你们心中的颜色，你们在这朵花里面看到的颜色，你在这朵花里面找到了什么颜色，你就用什么颜色，明白吗，亲爱的家人们？我感觉朱砂是可以的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朱砂你们很多家人们都有在里面发现了朱砂，玫瑰红，每位家人基本上都在里面看到了玫瑰红哈，玫瑰红、朱砂、玫瑰红，牡丹红，好，很多家人们都已经分解出这个牡丹红，然后胭脂肯定是有的哈，胭脂是非常常用的一个颜色哈。然后我们辅助颜色可以用一点什么呢？辅助颜色可以用一点，我来看一下哈。我们这次不用太清蓝，用一点点三青进来，好不好？用一点三青，然后用一点焦茶，辅助颜色用点三青和焦茶。如果深色地方还是深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点黑色，但是这朵花还是不建议用哈，不建议用，就这么多颜色基本上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先开始来调色，看一下我们这个颜色能不能调出来，跟这朵花差不多就行哈，差不多，只要你画出来颜色搭配的好，画出来颜色通透，把颜色调均匀了。都好看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不一定说要追求跟这朵花是一模一样，也没有我不追求跟它一模一样，你们也不用追求跟我一模一样，明白吗，亲爱的家人们？好，我们太白三绿和胭脂，先来调底色。好，太白三绿，这个底色可以调浓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调浓一点就是浓度就是不要调那么稀，因为这一朵花稍微浅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把这个三绿和胭脂也加多一点点啊，颜色也调深一点哈，浓度也稍微浓一点点，但是不要太浓哈，不要太浓，太浓你的颜色都调不进颜色没有办法深。好像这朵花深色地方像中间有一些很深的地方，我们笔上也不能有太多底色，不然你也没有办法深下去。所以要看一朵花，整朵花你们的颜色你们都要仔细的去分解哈。然后用色的时候，大家在调的过程中也是哈，要细心一点。每个地方我们怎么去调，都不是说我们整朵花都一样去调，整朵花一样去调，你调出来这个花哈，你画出来这朵花，它的颜色就是平的。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一定学习的过程中哈，新朋友建议在学习的过程中最好不要快进，你快进了可能就错过了很多细节的东西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现在调底色哈，现在调底色，底色是这个太白、三绿还有胭脂。
好，来看一下这个底色哈，稍微有一点点浓感觉啊，有一点点浓，我怕待会儿会画不动哈。先试一下哈，先试一下。跟这个白纸要有明显的区别，你在白纸上去画一下，在白纸上画一下，要有明显的区别，颜色的区别哈。如果觉得不够的话，我们这个3略还可以再加一点点啊，再加一点。朱砂、玫瑰红、牡丹红、胭脂、牡丹红、胭脂，还有这个三青焦茶哈，三青焦茶。哎，笔上还有点干哈。来，我们先来调一层朱砂哈，薄薄的一层朱砂。这个颜色呢，朱砂不要太多了，太多了会显得太黄了。这一朵花还是偏这个玫红一点的这一朵花，所以朱砂稍微少一点点哈，一点点。好，我们调这个朱砂薄薄的一层哈。好，我们调一层朱砂哈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调一点点玫瑰红。好，再调一点点牡丹红。
好，我们先来折一下中线啊，找到中点，找到中线的位置。好，我们来先画这个石头，好不好？先画一个石头。来，我们笔上先洗一下，洗一下笔肚里面有一点水分。那我们刚开始画，不要沾那么浓的墨，不要沾那么浓的墨。大概先画一下这个石头的大概的一个外形。好，可以再蘸一点浓墨啊，蘸一点浓墨，有浓有淡啊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孔，这么快，这里就画一个孔，孔的周边肯定是要有很浓的这个墨去让它有这个深浅的这个变化。好，用笔的话，有的时候可以。好，这个孔这里要有这个阴影的这个部分啊，阴影部分我们用最浓的墨。画这个石头一定要画出它的这个，不要画成了一个平面的啊。好，这里接下来再来一个孔。好，现在笔上很干，很干的时候，我们去加一点点水啊，在这个洗水笔里面，洗笔水加点点水，然后再调一点淡墨哈，调一点淡墨。好，把这个阴影再往下拉一点啊，往下拉。好，笔上太干了，我们又加一点点水哈，加点点水，这里可以扫一些这种纹路出来。扫一些这种石头的这种纹路出来。好，这个整个块面这里用这个枯笔也可以去扫一下，用这个枯笔去扫一下。好，是太干了啊，太干了，我们可以蘸一点点墨进来。注意看一下这个，注意这个石头，你想要把它画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？注意这个外形。好，这个折的地方，折痕的地方，不是折痕，它这个横的地方，来一点阴面，阴面的地方来一点这个墨，这样子它会这个石头的这个立体感啊，层次感才会出得来。你看亮的地方让它是白的，暗的地方就是阴面，阴面的地方稍微加一点点墨进来。好，上面扫一点哈，扫一点点这个纹路出来，扫一点这个不规则这些纹路出来。好，笔上蘸一点水哈，蘸一点水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孔。
就用这个枯笔哈，笔上这个枯笔这个毛的话，不需要把它整理的特别整理，就让它这个颜色有这个深浅的这种变化。好，让这里也来一个孔吧，这里需要一个孔吗？我看一下。好，这里可以来一个孔。好，这个笔的话是一种散锋的这种状态。来，这个石头，哎，这个石头下面还有这么多，但是还要往下一点才行哈。石头再往下，再加一点。本来我差不多已经把它画完了，以为画到这里就可以了，但觉得还是不够啊，觉得这个石头不是很够，我们再加一点啊，在下面再加一节。我们看一下怎么加好呢？大概去比划一下，用手去比划一下它的形状。好，先蘸一点点水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这个深色的。好，这里来一个深色的。好，下面加一节哈，加一节。这个是阴面啊，然后这里又还是亮面，稍微亮一点。不要太浓的墨，感觉这个面还太这个什么了，太平了，光这一块太平了。我们再加一个面出来，让它更加这个有厚度，加一个厚度出来了。好，这个石头看一下，差不多。看这里再来一个孔，到这里来再来挖。好，底下我们加一点点哈，那石头我们先勾出它的形状，然后抻出它的纹路，然后最后点和软。来，再用一点淡墨，把这个石头再进行再软一下，有些地方。这个纸的话，它这个纹路就不强哈。这个纸的话就没有那个精品线，它每一笔它都会有一个纹路，这个是没有的，这个是没有。
所以稍微的远一点点，很淡很淡的墨进来啊，淡淡的墨进来，不要太浓了。哦，这个也是一个。淡淡的墨进来就可以了啊。淡淡的一层了，笔上有一点点墨就可以了。太软太黑了，就等一下一片都是黑的，不好看。好，这一块石头有一点大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画花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咱们现在开始画花了。好，这个花我们就画到这个地方了，1朵、2朵，1朵、2朵。好，我们第一朵就在这个地方哈，第一朵就在这个地方。好，咱们来重新把底色摇一下。好，来再调一点朱砂，调一点朱砂，调一点玫瑰红。好，这朵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开始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开始画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朵花。好，它还是这个绣球形哈，绣球形就是很多这个碎花瓣。那所有家人们，你们喜欢画什么形的花？喜欢画什么形的花？就是绣球形。绣球形它是比较那些比较名贵一些的花，它都是绣球形哈，就是摇黄呀、魏紫呀、豆绿、赵粉4大花王全是绣球形。好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，各种碎花瓣，任意的去组合。哇，这一笔颜色没有调均匀哈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，就颜色没有不均匀的话，一下笔就能看得出来哈，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均匀，画的这个花才会更加灵动好看啊。来，笔上再来补充一点点玫瑰红。补充一点朱砂吧啊，再来补充一点朱砂。
其实这朵花还是颜色还是比较浅的啊。好，画到现在笔上有一点点干了，有一点干，我们来补充一点底色啊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来调这个朱砂，调朱砂，调一点玫瑰红，调一点玫瑰红，调一点牡丹红。好，我们有一些花瓣颜色更深一点啊，把这个牡丹红可以调多一点，慢慢的颜色可以变深一点哈。好，再来调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牡丹红。来，我们多调一点颜色啊！现在多调一点这个牡丹红，调一点点胭脂哈。多调一点牡丹红，调一点点胭脂，把这个缝隙哈，我们刚刚没有画完的这些缝隙里面去补一下，补一下这个最深的颜色。好，这缝隙里面啊，加上最深的颜色，这样子会更加有层次。画完之后你再去补充也行哈，但是画完再补充那样，你要画的比较快一点才行。如果画太慢了，你画完再去补充的话，那都很干了。很干的情况下，你再去补充，它很难融合进去啊，就不太自然。所以我们就有的时候画完，这一笔稍微有一点点，这里成了一条线，我们尽量不要让它成一条线啊，不要让它有一条线。好，我们因为现在不想要那么深的颜色，我们就可以把笔去洗一下，但是不洗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你可以直接画比较深一点的花瓣，颜色一定要调久一点哈。调色问题解决了，就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了，你知道吧？就调色问题是在我们画这个小写意牡丹花中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胭脂哈，补充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胭脂。
我们现在不想那么深的颜色，你可以把笔上的颜色去洗一下，因为刚刚调色调的有点深，所以我们画小写意一定要有耐心哈。好，我们先来继续画啊，先调一点朱砂，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调一丁点牡丹红啊，现在颜色要调少哈。好，这个花瓣啊稍微大一点点，然后再来补充一点牡丹红，再来补充一点牡丹红，颜色越来越浅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然后一些这种碎的花瓣啊，这种笔触，就是你不要想着我们我们就随便画，随便点就可以，但是也要有一个笔触感哈，也要有一个笔触，大概能看得出它的笔触。这个笔尖上稍微有一点点深，有一点深，我们再复笔一下，把它稍微遮一下，不要那么深。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了，有点干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啊。我们今天画的是这个绣球形的牡丹花，牡丹花哪个位置要画淡？这个要分3层，这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明白的。一朵花分3层哈，有一层就是第一层，要虚要浅，第二层要颜色深，颜色深，花瓣小，要实。我们的实。花瓣的大小变化，颜色深浅变化，物象的虚实变化，这些都要分3层哈，都要分3层。那每一层什么样的特征，怎么样去这个3层怎么去界定？那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先开始画的比如说绣球形，我们分3层，这是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3层。那中间我们先画的第二层的颜色就是颜色是深的，物象是实的，
花瓣是小的。那么上面一层我们的颜色是浅的，物象是虚的，那花瓣也是小的。那我们第三层是什么？第三层一个绣球形，肯定第三层有一些大花瓣。那花瓣的大小，那花瓣是大的哈，颜色也是深的，物象也是实的。所以仔细看课程分解，好不好？课程对每一种花型都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分解哈。好，来调一点这个，先调这个朱砂，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哈，调一点点玫瑰红。好，调一点点，加一点点玫瑰红，笔尖还要有一点点深色。哇，这个空气特别干，一下子这个颜色就干掉了哈，颜色就干了，前面画的都已经干了啊。好，这虚的一定要浅哈。来，笔上基本上是用底色在画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底色在画，笔尖上就笔尖沾了一点点颜色，没有太多颜色。好，看一下这个笔尖上加一丁点颜色，整体的一个外形。你看这种虚实的这种变化是不是出来了？是不是有虚有实？是不是看到了这个虚实的变化了？啊，这个花瓣的这个有没有已经看出这个灵动感来？来，笔肚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来，先调这个朱砂，调一层这个朱砂哈，薄薄的一层朱砂，薄薄的调一层朱砂，然后调这个玫瑰红，调一点点牡丹红，不要太多了啊，一丁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来画这个大花瓣啊。稍微有一点点浅哈，感觉这个颜色有一点点浅，太浅了一点点啊。如果再深一点会更好啊。这一片啊，就每一片这个颜色都要掌控好。好，再加一点玫瑰红，加一点牡丹红。好，再加一点牡丹红，加一点牡丹红。好，下面就是大花瓣，这些大花瓣稍微有一点点这种卷起来的，卷起来这种感觉，看到吗？好，这里有一个花瓣也是卷起来啊。再来一点点啊，这个下面这里再来一个反瓣。好，基本这卷起来的花瓣就画这么多，然后我们来再继续去补充啊，继续去补充里面的这个花瓣。基本上画一些大花瓣，这朵花就成了，是不是？大花瓣一定要夸张，一定要大，跟它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关系，一个大小的一个对比关系。干了，补充一点底色，然后我们再来继续来调色啊，继续来调色，还是一样，先调朱砂，先调一点朱砂。呀，不小心把这个三青调进来了。洗一下，现在还不要这个三青啊，不小心把三青调到笔肚里面去了。来洗一下，正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底色搅一下，
正好把这个底色搅一下，因为有一点沉淀啊，底色放久了它会有一点沉淀，我们中途可以把它调一下。这个花瓣稍微的深一点点啊，来调一点玫瑰红，调一点牡丹红，颜色往上拉一点哈，因为这个大花瓣的颜色，如果边缘不要太发白了，我们把颜色把笔睡在盘子里啊，把笔睡在盘子里，把颜色往上拉，颜色往上拉，让整个笔肚上都有一点点颜色啊，就不能说颜色都只在笔尖上啊，笔肚上也要有。好，调均匀之后，我们先在这里来画一个花瓣啊。哇，这个颜色还是不够均匀啊，不够好。它这里突然变白了，这里是深的，这还是这个颜色还是不够完美，再往上调一些，再往上调，它还不是渐变啊，它还不是慢慢的渐变。你看我们调色你一定要认真哈，一定要认真调久一点。然后我调不一定说一笔到位啊。你看这个颜色，这里突然变白了，这里是深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调的这一笔颜色也不到位，也不够好。好，这里来一笔，当然我们这里待会儿还要加一些花瓣。现在笔上有点点深哈，有点深，我们调一点点，试一下这个颜色，现在有点深。来调一点点这个三青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一点点三青，调一点点这个红色啊，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注意哈，每一次的调色。好，这里补充一个带一点点三青的颜色。好，这个花瓣我们让它带一点点勾出来。这个边缘不要让它太圆了，刚刚这个边缘画的太圆了，我们去把它可以调整一下，可以稍微调整一下，尽量不要太圆了啊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玫瑰红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补充这一个花瓣，这里这个花瓣的颜色要更深一点啊。更深一点，我们把这个玫瑰红调多一点哈，再调多一点。底下的花瓣颜色也是深的，然后颜色要往上，然后往笔肚上调啊，往笔肚上调，调久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来，再调这个牡丹红。这个时候我们调一点胭脂哈，这个花瓣我们就要调胭脂了啊。好，这个时候这个花瓣要小心一点啊。
再来补充一点点。这个颜色一定要渐变啊，慢慢的渐变。然后我们笔尖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啊，再来一点胭脂。好，这几个我们要小心一点哈。好，把笔洗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颜色笔上刚刚胭脂特别多，不想要那么多胭脂，不想那么多深的颜色，我们重新调一下，经常洗一下笔，保持这个笔上的颜色的干净。我们这朵花不至于画到后面把它画脏了啊。补充完底色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来，我们再继续来调这个朱砂，好，来这里来。哎，这个花瓣稍微有一点点大，不想那么大一个。也不想那个花瓣那么圆哈，圆一点点，稍微圆一点点也没有太大问题。再点一笔啊，不要它那么圆，尽量我们画这个花瓣不要把，我就不喜欢把花瓣画的特别的圆啊，特别的圆，就显得没那么好看了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花瓣啊，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一点牡丹红。颜色调上一点哈，大家看一下，我调色是调了很久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花瓣啊。这个花瓣不适合太大，我们慢慢的缩小。但这个形状好像不太好看呢。
好，这个花瓣加大一点点啊，沾一点点，再加一点点深色进来。好，这个花瓣就这样哈，就这样。然后我们再来，接下来我们再来蘸一点底色啊，再来蘸一点底色。我们先在笔肚里面先调一点朱砂，先调朱砂，然后调这个三青，调朱砂，调三青，朱砂和三青调在一起哈，调多一点，调上一点，把笔肚上面都要调有颜色。然后我们再调这个焦茶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一笔，然后调焦茶，调多一点哈，颜色调深一点啊，调焦茶，然后调胭脂哈，然后再调胭脂。好，这个颜色是不是调的感觉有点脏的这种感觉？就是要这种效果哈，颜色层次要把它体现出来。好，这里把这一个花瓣夹在这个地方，笔尖上颜色太深了，我们不要那么深的话，把笔尖去重新洗掉一点点，因为你笔尖太深了，你直接画过来，那个颜色又太深了，不行。稍微洗一下，把笔尖变浅一点啊。来蘸一点点颜色，然后再蘸一点点胭脂进来，深色地方稍微还是要让它深一点点啊。好，这里这个地方还是要再加深一点。好，这里这个花瓣啊，颜色它稍微有一点，就会有一点区别了啊，跟其他花瓣有一点区别。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整体，看一下这个后面还要不要再加一个花瓣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底色啊，再加一点底色，调一点这个三青，调一点三青啊，调一点焦茶，调一点点胭脂，不要太多了。好，把这里后面再加一个花瓣。加一点点啊，加一点点颜色，不要太深的颜色。啊，这个花瓣在本身这朵花里面它是没有这一个花瓣啊，是我们自己另外加的。因为感觉整体这里有一点平，所以我们加一个花瓣出来。好，加一点点啊，加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可以回一下笔啊，看一下有一些缝隙的地方，稍微的回一下笔。
回笔的时候颜色不要太深了，稍微比这个花瓣深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基本上这一朵花就可以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上面还有没有要调整的。我们先把底色再调一下，把底色再来调一下。看一下上面这个花瓣要调整的话，我们加一点点这个三青啊，加一点点三青。要站起来看一下，站起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外形。好，沾一点点这个三青进来。沾一丁点三青。要调均匀哈。好，直接让它破边了，这里。好，底下这里可以加一点胭脂啊，底下这里后面这里比较深一点，我们可以加一点胭脂来回笔。但是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，不管你是回笔还是怎么样，颜色都要把它调均匀。这是整理外形，整理外形在一朵花里面也是特别重要的。好，这个时候整理外形，咱们加的是这个胭脂了哈。好，基本上可以了啊，这朵花就可以了。大家觉得好看吗？好，这朵花就可以了哈，这朵花就可以了。这朵花我们画一点花心好吗？画几颗花心。我们调一个画花心的颜色，花心用这个藤黄加太白，藤黄和太白。来加一点藤花，好，2个。好，把笔洗一下，去调这个太白和藤黄啊。太白、藤黄调和，我们来画一点花心。花心咱们就画了这个最深的这个地方哈，颜色最深的这些缝隙里面啊，就画了这些缝隙里面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画花心一定要有这个疏密关系啊，要有多的地方哈，多的地方很多。
就不要每个地方都点2、3颗，显得很散。那这朵花就是这里是最多的哈，这里是最多，底下我们可以来2、3颗。好，这么多，就这么多花心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了，就这么多就行了。